有這麼一架飛機，它生不逢時。如果它的研發只用5年，它會比肩 F-16；如果用10年造出來，它會僅次於 F-35。但是它用了32年，那麼等待它的只能是服役及退役。火力軍上期 INSS 有觀眾留言說，他認為印度咖喱味道最濃郁的武器不是 INSS， 而是光輝戰機。這點火力軍確實認同。那麼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架印度國產戰機到底有什麼魔力，居然能夠力壓 INSS， 成為火力軍心目中第一傳奇。LCA Tejas 簡稱光輝戰機，這架戰機到底傳奇到哪裡？其實就在4個字上：印度和國產。如果把制造戰鬥機比作打遊戲，在1983年，印度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選擇。正常玩家的路線應該是什麼？先造簡單裝備，積累經驗，升級科技樹，然後慢慢挑戰高級装備。很多國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，先生產教練機，再研发輕型戰機，最後挑戰先進多用途戰鬥機。但印度當年的想法則是打開遊戲之後，新手村還沒刷完，直接點開了最終 BOSS， 目標國產第4代輕型戰鬥機，而且還不是普通版本。印度給光輝規劃了一套在當時非常超前的配置，放寬靜穩定設計，全數字電傳飞控，大量复合材料，先進多功能航電。這些詞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？沒錯，因為它後來成為了現代先進戰鬥機的標配。問題是1983年的印度距離掌握這些技術還有一點點距離。印度制造這4個字關鍵在於制造。什麼意思？就是別人給你設計好的飛機你可以生產，別人給你拆開的零件你可以組裝，但如果讓你從零開始設計一架現代戰鬥機，那就是完全不同的遊戲。因為現代戰鬥機不是把發動機、机翼、雷達、電線全部裝在一起就結束，它更像是在設計一個高速飛行的超級電腦，每一個系統都要互相配合。發動機推力不夠不行，重量控制不好不行，雷達太重不行，軟體寫不好更加不行。最後可能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情況，戰機看起來很先进，宣傳册上每一項指標都非常漂亮，結果真正飛起來以後发現差點變成民用的。這也是光輝最大的矛盾。他的問題不是印度設計師沒有夢想，恰恰相反，他的問題是印度設計師太敢想了。印度當时希望一次性跨越多個技術階段。簡單來說，別人是吃了5碗飯能吃飽，印度則是直接吃第5碗。在戰機上，印度面對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發動機，因為這是一架戰鬥機最核心。對於飛機本身來說，沒有好發動機，所有設計都是紙上談兵。於是，印度拿出了自己的王牌計劃——卡佛里發動機，一個目標直指世界先進水平的國產航空發動機項目。注意，是目標直指。當時印度的想法很美好，飛機自己設計，發動機自己制造，最後形成完整國產戰機體系閉環，屬於印度自己的 F-16就要誕生了。在印度官方宣傳中，光輝戰機一直被稱為印度航空工業崛起的象徵。按照印度方面公布的數據，這款戰機國產化率超過 60%， 聽起來非常漂亮。60%怎麼來的呢？這裡有一個笑話給大家分享一下。印度戰機分為幾個部分，答案是2個：飛機和駕駛員。所以印度籍駕駛員佔整個飛機國產化的 50%。而光輝最有爭議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。如果把這架印度國產戰機拆開來看，你會發現它並不是一架簡單的印度制造飛機，像是一場全球航空工業的大型拼圖。首先來看戰鬥機最核心的部分——發動機。航空界有一句老話，飛機的外形可以設計，材料可以追趕，但發動機是航空工業幾十年技術積累的結晶。光輝的量產型號選擇搭載美國通用電氣的 F404系列發動機，也就是說，這架被印度視為航空工業自主突破象徵的戰鬥機，最關鍵的動力來源來自美國技術。發動機的問題解決之後，另一個核心系統又出現了——雷達。現代戰鬥機的競爭本質上是雷達與雷達的競爭，是誰先發現誰的競爭。而早期光輝的機頭內部安裝的是以色列埃爾塔公司的 ELM-2032 機械掃描雷達，這也讓國產戰機的標籤再次出現爭議。當然，現代戰機採用國際供應鏈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。事實上，全球先進戰機幾乎都有國際合作背景。美國 F-35項目同樣涉及多個國家供應鏈，歐洲戰鬥機也大量採用美國技術。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用了外國零件，而是核心技術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。對於光輝來說，發動機、雷達等關鍵系統長期依賴外部供應，這意味着印度航空工業距離真正自主存在極大的距離。而除了發动機和雷達，還有一個更加特殊的部件，它平時不起眼，但在關鍵時刻決定飛行員能不能活下來，那就是彈射座椅。光輝採用英國馬丁貝克公司的彈射座椅，這家公司制造的彈射系統長期裝備於世界多種先進戰機。
從性能角度來說，這當然是一套成熟可靠的設備。為什麼火力軍要把這個座椅單獨拿出來說呢？因為這裡有一個更有趣的故事，在後面再分享給大家。所以從印度追求完全自主航空工業的目標來看，印度確實能夠設計和制造一架現代輕型戰鬥機，但距離完全掌握發動機、先進雷達、核心航電等關鍵技術還有很長道路。當所有系統終於組合完成之後，光輝能不能真正成為一架優秀的戰鬥機？印度總算是東拼西湊把這架飛機造出来了，那麼到底能不能滿足戰爭需求呢？讓這些來自不同供應商、不同国家的系統像一個完整生命體一樣協同工作，印度是否具備了這项能力呢？不同系統之間存在重量限制，存在空间线，存在接口匹配問題，甚至連軟件之间都需要大量調試。而对於缺乏大型戰機研發經驗的印度航空來說，如何在幾十個系統之間找到最優平衡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最終，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出現了：重量。飛機每增加1公斤重量，都會影響一系列性能，需要更大的推力，需要更多燃油，需要更強結構，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而光輝就遇到了這樣的困境，隨着各種設備不斷加入，飛機重量逐漸增加，但發動機推力並沒有同步提升，於是工程師只能從其他地方尋找空間，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減少燃油攜帶量。對於戰鬥機來說，這幾乎是一種無奈選擇，因為燃油意味着航程，航程意味着作戰範圍，而一架沒有足夠航程戰鬥機，就像一名跑步運動員擁有很強爆發力，卻沒有足夠體能完成比賽，這也成為光輝長期受到爭議的問題之一。作為一款輕型戰鬥機，它本身內部空間有限，當燃油攜带進一步受到限制後，實際作戰半徑也受到影響，在部分任務構型下，其作戰半徑不足500公里。對於現代空戰環境來說，這意味着它更適合承擔近距離防空和区域作戰任務，而不是執行遠距離多任務打擊。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軍迷調侃它機場守護者的原因。但對於印度海軍來說，情況完全不同，因為海軍需要的是一架能夠從航母起飞的舰載戰鬥機。還記得我們之前那期超日王號嗎？備受俄羅斯折磨的印度海軍最終還是拋棄了俄羅斯的米格系列。作為大國的印度，舰載機這種重要的武器怎麼能用外國的呢？所以印度曾經希望讓光輝登上航母，於是推出了舰載版本 NLCA， 一架印度自主研發的舰載戰鬥機，從國產航母甲板上起飛。這個畫面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。但在航艦上，尤其是滑躍起飛，航母甲板距離有限，飛機必須在短距離內獲得足夠升力，這對推重比提出了極高要求。而艦載版光輝面對的問題就是動力儲備不足。測試過程中，印度海軍發現，如果飛機攜帶真正作戰所需的武器和燃油，它的起飛能力就會受到嚴重限制。換句話說，飛機可以飛，但是無法攜帶武器。當年火力軍看到這個分析，直接繃不住了。一架艦載戰機無法攜帶武器，是要去觀光嗎？最終，印度海軍選擇放棄艦載版光輝，隨後轉向採購法國陣風 M 艦載戰鬥機。陸基戰鬥機和艦載戰鬥機看起來只是增加了尾鈎、折疊翼和加強結構，實際上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技術領域。而光輝的問題並不是設計理念完全錯誤，而是它承擔了太多任務，既希望它便宜，又希望它先進，既希望國產，又希望達到世界頂尖水平。總而言之，印度國產和先進便宜之間本身就是矛盾的。当海軍拒絕之後，印度又把目光轉向了國際市場。這麼好的戰機不能只造福自己人。光輝橫跨30年的投資太大了，自己還用不了，如果無法出口分攤成本，壓力最終都會回到自己身上。於是光輝開始走向全球進貨市場。海軍放棄艦載版光輝之後，這架印度寄予厚望的國產戰鬥機最終只能依靠印度空軍消化。但對於印度來說，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，花了幾十年研發，投入大量資金，如果只裝備自己的空軍，虧損太大了。所以出口就成了印度降低成本、證明國產戰機價值的重要目標。然而問題很快出現了，首先擺在眼前的就是生產能力。當時印度空軍一邊急需新戰機替換逐漸老化的米格21，另一邊 HAL 的生產速度卻讓人有些着急。早期光輝的生產效率並不高，年產量長期維持在個位數水平。对於一款现代戰鬥機來說，這樣的生產速度別說出口了，哪天不小心摔了，自己補上都很難。政府希望它像汽車工廠一樣快速下線，但光輝戰機更像是大白奢侈品，純手工制作，生產完全跟不上。而印度遇到的第一個冤大頭就是阿根廷。曾經阿根廷確實認真考慮過採購光輝，對於印度來說，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機會。因為如果成功出口，這不僅是一筆軍售合同，更意味着印度國產戰鬥機獲得了國際認可。然而就在交易推進過程中，一個看似不起眼的部件突然成了決定性因素。還記得火力軍之前專門提到的彈射座椅嗎？光輝採用的是英國馬丁貝克公司的彈射系統，
這家公司制造的彈射座椅在全球範圍內擁有非常成熟的口碑。但問題是，阿根廷和英國之間長期存在福克蘭群島主權爭端，而英國对於涉及軍事裝備向阿根廷出口一直保持高度敏感，因此英國方面拒絕相關設備出口許可，最終導致這筆交易失敗。這件事對於印度來說是一次非常現實的提醒：現代武器出口不只是飛機性能競爭，也是供應鏈、外交關係和國際政治的綜合博弈。一架戰鬥機就算設計來自自己，只要關鍵部件依賴其他國家，那麼出口過程中就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響。當然，阿根廷事件只是一個特殊案例，真正決定光輝國際競爭力的還是它自身的性能和成本。隨後，在馬來西亞輕型戰鬥機競標中，光輝再次面對國際市場的檢驗，但馬來西亞選擇了韓國的 FA50，原因並不只是單一性能問題。對於購買國來說，他們考慮的是完整體系、價格、維護成本、交付速度、後勤保障以及未來幾十年的升级能力，而這些方面全部都是光輝不具備的東西。買家購買的從來不是一架飛機，而是一整套未來幾十年的使用體驗。飛機能不能飛只是第一步，能不能持續維護，能不能穩定生產，能不能獲得可靠供應，這些同樣決定一款武器的命運。所以，光輝的出口困境不單单是因為飛機不行。那麼，回過頭來看這場持續40年的航空豪賭，印度究竟輸到了哪裡？那麼，印度到底輸在哪裡？第一，輸在了低估了航空工業的複雜程度。他們以為造戰鬥機就是設計一個漂亮外形，裝上發動機，安裝雷達，然後試飛。但真正的現代戰鬥機是一個龐大的工業系統，發動機背後是材料工業，雷達背後是電子工業，軟件背後是計算機技術。每一個領域都需要幾十年的積累。航空工業沒有所謂的彎道超車，更多時候只有一條路，不斷投入，不斷失敗，不斷修正。第二，輸在目標定得太高。光輝項目本身並不是普通輕型戰機，印度一開始就希望它擁有先進氣动布局、電傳飞控、複合材料結構等技術。這些方向沒有錯，但問題是你是印度，同時挑戰多個前沿技術，真把自己當美國了嗎？所以最終結果就是每一個方向都想突破，每一個方向都需要時間，最後整個項目周期不斷拉長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如果說光輝完全失敗也並不公平，因為印度至少證明了一件事，儘管光輝沒有成為印度版 F-16，更沒有成為亞洲航空霸主，但它讓印度擁有了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戰鬥機研發團隊，也培養了一批航空工程人才，這些經驗會繼續影響印度未來的航空項目。所以光輝真正的問題不是它沒有價值，而是它承擔了一個本不應該由一架飛機承擔的任務。光輝不是印度航空工業的終點，印度花了40年買到了坐上航空工業牌桌的資格。至於未來究竟是一雪前恥，還是依舊保留濃濃咖喱味道，各位觀眾你們覺得呢？好了，關於光輝級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，你認為印度下的戰績怎麼樣呢？別忘了按讚訂閱，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，不僅超有態度，還堪稱性價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級輕，拿在手上輕飄飄，穿上身更是零負擔，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气，就像會呼吸一樣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乾爽，徹底告別黏膩感。最關鍵的是，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，僅需很少的錢，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。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，閉着眼入都不虧，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。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，趕緊去搶。